啊，你装这个还听说还要合法不合法？我管你的，这是我的身家财产，我先装再说。我还跟你在那边，就是像隐形铁窗嘛，隐形铁窗法规上是说你要有几岁以上老人跟12岁以下小孩在家里才可以装，我管你的，我的小孩掉下去是怎样，是谁要赔？所以我宁愿被罚，我也要装。防水闸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法规，我只能讲就是法律是滞后的，那是后照镜，就是我们社会上真实的需求会先跑在法律的前面。如果我现在自己装防水闸门，然后那个因为法规的关系，你要来罚我，可以，那我们就闹到全台湾都知道说你为了这个，你这里就会淹水，你不让我装防水闸门，所以你是让我们大家就没体见，就是这样。这没有对错问题，你说公务员有错，哪有错？他是依法行政，哪有错？就是法跟不上时代，所以要修法嘛，就是这样而已。我真的好想买房子，住1楼好危险，极端暴雨、蟑螂、老鼠，隐私3大风险一次说清，地段选对才安心。那先说结论，1楼这种东西没有不能买，但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夸张，你真的要先挑好地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三多商圈真的没落了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现在还可以买1楼吗？这是我们来聊 PTT 上的一篇贴文，标题我念一下：闲聊买房484，就是不是买房484不要买1楼比较好。那内容当然有讨论到说这是光复乡灭村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太牵拖了。那原 po 就是问说水淹1楼高，你家在1楼如果你没逃到其他地方，大概就直接就没了。然后在都市里头的公寓1楼，对不对？你又不能直接冲到2楼，因为2楼又不是你家，不像光复那边都透天还是自己家那逃得快的家里的家具家电80%也都损毁无法使用。那买公寓大楼是不是要避免买1楼？那因为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光复乡的新闻过去一阵子了，所以我先分享几张照片光复乡当时的照片给你复习一下。但先说好不要谈政治。我知道花莲县政府跟中央又怎样又怎样，不要谈政治，谈政治都会变成吵架，所以没什么好谈的。光复乡这次的事情真的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来第一张最严重的地方就是直接淹到进屋顶。那里面家具什么的直接变文物因为你这个要人家怎么开挖，怎么挖嘛？那挖出来还有意义吗？因为上面的堰塞湖还在啊，就先这样埋起来。那像这个整个房子都被淹掉的我跟你讲，它后续的处理几乎没办法处理。你等于整间要拆掉重做，例如说你的电线，这不用讲啊，必然要全部更换。然后那个泥沙又会沿着你电线的洞灌进去里头，那就有危险的问题啦。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真的是电线重拉，但是整个要打掉重做了，不然有可能以后还会临时跳电或电线走火之类的。那个泥沙不是纯净的东西，它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虫卵那虫卵在潮湿的环境它就长出来了，或是怎么样那开始啃咬那些电线，这是国外都有案例的。所以被那个国外泥石有侵袭过的房子国外绝大部分又是木造嘛，那几乎都是推掉重做。那所以现在就有水电超人来帮忙恢复用水用电。对啊，谁说台湾人不好？台湾人是真的很 nice 很赞啊，很善良很团结啊，对不对？登高一呼踩着英雄就去了，用人力去铲的这种事情，这么弄脏双手，还不是有一大堆年轻人去，网红网美都去。我们就不要说人家什么什么这边抢版这边蹭那边抢流量他去做这件事情总是比较好吧，总是比他们去做一些跟人家打架去呛瞎人家什么的还要理想吧，对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嘛。而且他登高一呼很有用啊，像很多的那个翠上的发言就是说他也要去，因为他看到他喜欢的网红在那边说要去做产子英雄，然后去做产子英雄，我跟你讲，绝大部分的网红网美都已经很克制了，YouTuber 也是很克制了，几乎都不讲，因为讲了又要被酸，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发个文然后就去了，不会招摇过市说来来来跟我去产，不会那所以有看到的人他去了，而且他说明天也在那我也要去就这样登高托，这很好啊，这是台湾人哪里不好？台湾人还是很善良、很团结的。好，来我们看第二张图这个就是没那么严重至少人可以走，然后家里的泥沙清出来以后，
有可能只是要换，就是被淹掉的比较低的那些插座就可以了。哎，那因为它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嘛，不过这个我判断也不准，你判断也不准，这要专业的水电师傅来判断才可以免除安全上的疑虑。那原坡讲的应该就是这种住一楼的，没有特别架高，风雨灌进来无法防御。那是不是说变成现在住一楼好像风险变很高？尤其遇到这种极端气候，那你怎么看？欢迎底下留言，在那边跟大家站来站去。一样啊，不要讲政治啊，没什么好讲。你真的要讲政治，你不是看我这个节目啊？一堆争论节目底下，他们即时聊天室，你要吵你去里面去吵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专注在房地产这边，所以你要知道买一楼的隐藏危机那我们就来讨论买一楼的隐藏风险来，第一个无法防御天灾，都不用多讲，就是你遇到台风淹水什么的，是没得跑的状态。然后现在的极端气候越来越夸张，你不觉得吗？动不动就什么几十年一遇的台风啊，你几十年一遇的台风可以一年以内来3个，怎么会是这样？高雄就是啊，2024年说什么百年一遇，从高雄这边登陆，然后又是强烈台风等级，百年一遇，然后2个月内来2颗，林老师啊，不是百年一遇，变成说，如果你现在住的比较低洼，很可能会淹水，又或者是当初政府在规划的时候就没有规划到这种程度的降雨，这是真的哦。这种极端气候在那边狂下，那边水利工程不会用那种条件，就像我们现在在盖房子我们不会说可以去抗8级地震，你盖这种房子，你干嘛？你盖出来没有不能盖，你爱盖都可以盖，天价啊，天销卖不掉，那这有用吗？所以就我们还是要实际一点务实一点不然会讲那些莫名其妙的幻想干话。我不是要怪政府而是那种异常天气、极端天气，你要怎么做超前部署，很困难啦。例如说这一篇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以最大10分钟内降雨量达20毫米，换算时雨量为120毫米，大幅超出当地地下水道系统设计的保护标准叫做75.4毫米1小时，就这样啊，就这么夸张啊！你拿75.4毫米1小时下这种雨，你给其他国家看看，他就觉得说奇怪，你们台湾是怎样有必要吗？你怎么会用到75？我们能不能用到20-30就差不多了吧？你用到75啊，事实上是怎么样？时雨量120就给它下来，你要人家怎么办？过往政府用数据在那边计算，排水系统的上限就是75.4毫米1小时嘛。然后那个瞬时暴雨以前也没发生，现在是常常发生，喷就给你120，原本设计的1.6倍，当然就会淹水。我会说淹水不恐怖，水排不掉才恐怖。像我们高雄这个也会淹水啊。去年2024那2个台风淹2次，就我家这里淹了有怎样吗？我觉得还好啊，那个水退得很快就没事啊。第2次台风你看那个三坨儿第一次叫做凯米凯米的话就淹了，然后三坨儿的话就没什么事，因为美术馆这边有没有淹？有水退了多快？超级快，20分钟之内。我本来还想说进来然后裤脚卷一卷，我要下去拍结果就没了。我下去之前，我那个裤脚都卷好，我去窗户怎么没了？就这样水退得快就可以了。那这个状况未来极端气候会一直发生一定都会一直发生。好，我们继续来说第2个，蟑螂老鼠一直来就是1楼。你就住1楼，你旁边排水沟，你基本上你就躲不掉所谓的蟑螂、蚂蚁、老鼠各种虫害。那就算你每天喷杀虫剂都是没有用。还有一个很常被忽略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现在的天气常发生暴雨跟淹水吗？好，那通常发生以后不管你家有没有淹卫生局当地都会派人来消毒那种喷药。好，这个药一喷，哇，就嗨了一喷那个蟑螂老鼠全部都窜出来，往没有药的地方喷，哪边？你家就这样所以说你这个闪不掉。然后我知道现在有些排水沟排水孔盖它会加一层很像比较细的白铁的网子，它要干嘛？它要防蟑螂老鼠从里面跑出来也顺便拦截一些什么落叶之类的。结果广东因为我们台风这样靠完台湾，它也会靠去中国那边嘛。广东就是一个很炎热、潮湿、蟑螂老鼠嘛。然后他们的城市有一个建设，那时候还很风光他们讲说什么无虫计划，反正就是我说的再加细的铁丝网还是什么，还是纱窗网，就不要让那个蟑螂、蚂蚁有办法从地下道这样直接钻出来。好，结果发生暴雨，暴雨以后嘞，
那个泄水不及，因为你网孔很密嘛，然后又有落叶什么，一堵就淹了。它底下其实都还可以排水，可是水下不来，就这样啊。所以两面刃，你要人要怎么办哦？闪都闪不掉。来第三个问题，隐私跟治安，这个我觉得相对好处理，就是你住1楼嘛，所以行人探头就可以看你家装潢是这样，东看西看一下哦。那你说这个严不严重？我怎么觉得老人家好像也没差哦，反正他看电视，就你路过哦，你看他看第几台你就知道，哎，他也没差，就真的没差，很瞎哦，在那边看电视哦。那你说隐私哪来的隐私这种事情哦？啊，你这样看过去被他发现他会怎样？他就会水线哦，他就直接给你喊。所以看你能不能接受，我是不能了。那最后你要知道，你该买在哪里的1楼哦。那最后我们补充一下买1楼的优点，这你应该知道哦，我就简单带过。就是有的可以当店面用哦，你就是个1楼嘛，你在卖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说是金店面嘛，怎样又怎样的嘛。哦，有些公司行号他就会跟你买啊，好、或者买下来给儿子女儿来开一个什么文青的烘焙坊啊，或者都有哦，这都有。1楼的优点就是，当然你是卖方的时候你是优点哈，你是买方的时候这就是个缺点，就是1楼有些可以来当那个店面用。好，那第二个是老人家会买，哎呀，不用爬楼梯啊，采光不好，不好就不好啊，老人有差哦。而且那个采光不好，对不用工作的老人来说，真的不是问题耶。他们喜欢怎么样？他们喜欢说所谓的明厅暗房哦，房间就是要睡觉用，所以暗暗的本来就没差。然后明厅他就看电视而已，不然就是搬那个椅子到门口去坐，就这样啊，那就是他的采光啊。好，所以老人 OK 哦。那如果口袋比较不深的老人哦，他就会考虑公寓的1楼或是2楼。就只能这样子，好，爬的楼梯越早越好。2楼比较有机会，因为1楼又怎样，又要回到第一点，他卖你店面价，明明他以前没在做生意，或者明明他以前做生意的公司都会倒，可是他在卖，他就跟你说这是金店面哦，就这样。你应该买哪一种1楼？直接做结论哦，地段好的1楼，哎，你看又来了又是地段，没办法啊，你地段好哦，几乎都是无敌了。例如说，你买在总统府附近，一淹水就上新闻，像这张，你跟我说这个叫淹水哦，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要不要来我们中南部看一下？就是水高一点而已啊。它连人行道的红线都没有淹过去啊，这样子就在我们看来叫大惊小怪。如果真的淹到人行道，我跟你讲，拔关哦，对不对？哦，就这博爱特区然后这样淹水，你看掉几顶乌纱帽。好，同样的好地段的房子代表什么？生活机能完善。也就是说，当地的人口密度很高，那这种地方一淹水，我跟你讲，地方首长比你还紧张，因为议员马上就会接到陈情，然后就会咨询怎么个后患无穷，你信不信？都是这样。所以好地段的1楼可以买啊，那其他地区的1楼，那你就自己做好评估哦。好，讲的差不多了，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买房子是不是不要买1楼比较好这个问题，那我也为你分析可能会遇到的3大隐藏风险。包含第一，天灾造成的淹水；第二，蟑螂、老鼠、虫害问题；第三，隐私与治安。哦，那另外我也补充了1楼房屋的2个主要优点：第一个，可能可以当店面用；哦，第二个，可能合适不方便的长辈去居住，就他1楼不用爬楼梯，还有可能可以停车啦。停车那个就看哦，反正你是卖方，你可以生出一大堆优点，然后店价钱来卖给那个买方啊。你是买方，你就是说这店面又不合法啊，这车位是红线什么，那就去，反正都是这样啊。1楼就是很不好处理啊。我说买卖上很不好处理，卖方一定要卖高哦，那买方的话一定要找毛病，采光不好，蟑螂、老鼠，就把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一题一题去看能杀多少钱。好，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住1楼的隐藏风险的确有比较高，特别是在极端气候的现在更需要注意。那如果你真的想买1楼，选择好地段的1楼会是关键，因为好地段的地区哦，地方政府跟首长对防灾的重视程度会非常的高，绝对不会像光复那样。你想想看，那个博爱特区开始在淹水，还在那边通通抓过来上翻了哦。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处理的效率也会超级好，真的是超级好。有此一说叫博爱特区不停电，你知道吗？还是真的你就住博爱特区，然后你是经历过停电的，欢迎你留言跟我讲一下。我也是很纳闷这个都市传说哦。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买1楼最大的负面问题是什么？A. 出现不知名的昆虫跟动物，巴掌大的喇牙有没有？B. 有可能会淹水。C.
会有奇怪的陌生人跟你化缘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了。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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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1楼怕淹水，防水闸门防水闸门以前那个人爱装不装，觉得说这个没有屁用，然后高雄淹完以后，防水闸门的厂商缺货电话被打爆就是这样到底有没有用你装这个还听说还要合法不合法，我管你的，这是我的身家财产，我先装再说，我还跟你在那边就是像隐形铁窗嘛，隐形铁窗法规上是说你要有几岁以上老人跟12岁以下小孩在家里才可以装，我管你的。我的小孩掉下去是怎样？是谁要赔？所以我宁愿被罚，我也要装防水闸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法规。我只能讲，就是法律是滞后的那是后照镜，就是我们社会上真实的需求会先跑在法律的前面。如果我现在自己装防水闸门然后那个因为法规的关系，你要来罚我可以，那我们就闹到全台湾都知道说你为了这个你这里就会淹水，你不让我装防水闸门，所以你是。那我们大家就没体见就是这样，这没有对错问题。你说公务员有错，哪有错？他是依法行政，哪有错就是法跟不上时代，所以要修法嘛，就是这样而已。好，那1楼防水闸门这个东西，我看也越来越多人在装，就我们这边会淹水的那个透天我往楼下看，以前没有，现在都跑出来，不错不错就是这样。然后再来今天讲1楼吧，那我讲一个我最近去看的1楼先说我是看好玩的。那这个1楼是公寓的1楼，然后40几年屋里有了，地段绝美超级之好。那个1楼还怎么样？还阳台外推很屌吧？就是把它推过去，所以那个1楼的室内使用空间巨大超级巨大，就真的很大一个。然后这里头有装潢装点过以后，其实看起来真的不差，采光不好就不好，可是室内的灯光你可以控制那你就让灯都很亮就好了都来看公寓1楼。谁真的那边跟你 care 采光就不会嘛？所以说公寓1楼有公寓1楼的好啦，这是真的啦。我看到那一间那个公寓1楼没什么问题，只是说你的后阳台外推出去，那你的对面它的后面它也阳台外推，变成你们两边都在推，推完之后中间的排水沟就变得很小。变得很小的话，那公寓还是有些在用什么，在用化粪池那就是到时候要例行公事要去有人来抽水杯，而且是钻后面的小巷去帮你抽，要去1年做一次。他也不会说把粪管这样子绕进你家客厅这样盘旋，不会不会那么夸张所以说1楼
我个人认为还蛮不错的。然后在双北地区都市区的一楼那就真的都是天价这都是天价。那以高雄地区的一楼的话，在我看起来那个价格都还可以啊都还算以一楼来说还算居住正义的价格只是说一楼的客群很多最多了。家里有老人就去买最便宜的一楼的东西，叫什么？叫透天吗？也不是，就是公寓的一楼。然后公寓一楼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球，有的就是路边的一楼，那有的嘞，高雄会有这种就是你要走进一个很像巷子的东西，那外面还有铁门但是你一打开不是你家，那个就有一个小走道，那小走道中间人家来停机车，然后又有公寓的往上的楼，然后你是其中一步的一楼，就是这样独立起来的。那采光好不好？采光当然不好啊当然不会好的。但是我们就看室内的怎么美化它让它进去里面都觉得亮堂堂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状况。讲起来不然就是这样嘛公寓5楼再加顶加给你住，跟公寓1楼给你住，你要哪一个？对啊那公寓1楼一定是价格，以公寓产品来说一定是最高的，第二高就要看可能5+6有顶加这样打包一起卖可能会是第二高的。那如果没有就是单纯5楼的话那排序就会变成说公寓1楼、公寓2楼、公寓3楼、公寓4楼、公寓5楼就是这样子排。以双北的公寓来说，大概大家都在等都更吧那以那个高雄的公寓来说，应该都等不到都更。土地还是很多，非常的多，所以一楼真的是你家有西大人那要住，然后你要嘛就买到电梯大楼，你要嘛你就买公寓1楼你就看你自己的财力怎么样，那就去衡量，然后去买公寓1楼，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真的也没什么问题。采光不好，蟑螂、蚂蚁、老鼠，对我来说真的还好。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
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仪